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言。没有想到我的国王他已经报名了尼罗河之王，也就是说我要做第2次的白老鼠了。那原本最后一刻报名的时候，我看到是有100个王国报名了，但是现在变成98，应该是有2个王国取消报名了。参加先锋体验版的也是一样，可以获得先锋奖励。有些玩家没有报名这个地图是看不到这个界面的，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到底是怎样匹配的。那首先你们可以看到我画面 AABB， 那 AABB 到底要怎样去分配？如果你是 AB 王国，它就会给你分配成你要选择4个队友，包括你自己在内。但假设你是 C 跟 D 王国，就会变成6个队友。直到组队最后一刻你还没有选择到自己想要的队友，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分配，这个跟光影交织是一样的。进入地图之前，官方系统会帮你们分配到比较适合的敌人，分别在2个不同的阵营。之前我有提过这个是光影交织改版嘛，所以它的队伍列表呢也是一样的，你们选择队友的界面都是一样的，只是不同的地方 C 跟 D 就变成 CCC、DDD。组队的搭配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还有 ABBB、CDDD， 这个只是 AABB， 3个 C 跟3个 D。也可以查看每个王国选择了谁当队友。那我们这一次报名最出名的就是1556了，他的组队就是在 AABB， 跟我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碰上他们啦。因为这张地图报名的人数有限啊，要匹配到他的话应该比较难一点。下面 CD 的选择会变成红色，是因为我在 A 国，所以不能选择，它就会变成红色。又或者你们可以查看王国列表，可以看每一个王国他们是属于什么等级的王国，又或者可以查找自己的队友有没有报名这个地图。其实这个部分我还觉得算满意啊，毕竟队友是你自己选择嘛，如果之后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就自己承担，就算是猪队友也是自己选的。并且官方很早之前就有透露过有关交织的剧本了，只是他们拖到现在才出来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那边研究着这个地图应该要怎样设计。那你在选择好队伍之后，你们就可以查看王国队伍，可以查看自己选择了什么队友，哪一些王国在里面。当然的敌人你是看不见的，要等到后面匹配了之后才知道敌人到底是谁。有些玩家还是搞不懂到底是怎样分配队赢了。只有3个区域，但是我方的队友有4个。这张地图已经显示出来了，也比较容易看。那你们可以看到2个 A 王国，他们都是各自拿下一个区域的，另外2个 B 王国，他们就会在一个区域。可是这个地图这么混乱，难道我们是 B 跟 B 打 A 跟 A 打吗？我已经标记了每个关卡的位置，那你们可以看到呢 B 王国出来之后其实是跟 A 王国打，并不是跟 B 王国打。那么可以理解为另外一个 A 国其实是比较弱的 A， 它跟2个 B 王国打。所以这张地图真正的分配，左下角2个 A 王国才是真正的 A 王国，在双方旁边的2个 A 王国才是 A2 王国，并不是说2个 A1 王国是编排在一起的。接着 A2 王国就会跟 B 王国打，没有想到吧？其实我也没有想到，但实际上呢，它到后面又不是这样子。这张地图是真的比较复杂一点。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关5跟关8，这2个分别是小温泉跟大温泉。小温泉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他们打架的位置。我用圈圈画起来的部分，2个 B 王国会跟 A2 王国打，但是到了后面关8，2个 B 王国会跟另外2个 B 王国对打。你们是不是越听越复杂？其实我也是越讲越复杂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了。那我们一个一个关卡来看吧。首先关室出来之后并不会马上跟你的敌人对打，你要从关室出来之后弯下去，另外一边有关室，进去里面等到关6开放才可以跟你的敌人开打。但是我认为关6不会这么早开放先，首先会开小温泉，也就是关卡5。开了关卡5抢了小温泉之后，关6才会开放，你们就可以跟另外一边的王国对打。比起以往的光影交织，其实它的乐趣比较多一点了，之前只是打温泉而已。关卡6开放的话应该是完全开放的，如果你是打赢的话，你可以直接越过去对方的关6，但是不能进入关室，也做到一个很好的保护效果，不管怎样都会到黄庭。关6开放之后推测应该开关7，关7不会有战争，要等到关8打大温泉。接着关9我看到官方放的大地图呢是看不到里面的东西的，推测里面应该是有一些驻地统帅在里面。在关9里面开打应该是抢不到对方的门口的，直到最后打黄庭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1个门口而已。这张地图是真的很复杂。假设你是 A2 王国，你有机会跟2个 B 王国打之外，还有机会跟 A1 王国打。那当然这个可能是我推测而已啊，可能里面全部的 A 等级都是差不多的。
但是是自己选的队友，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偏差啦，肯定会有分 A1 跟 A2 的。在我这样解释这张地图之后，你们有对这张地图多多少少有一点了解了吗？假设还是不了解的话，也不需要太担心，因为这张地图真的太混乱了。我在制作这张地图的时候，也是觉得一头雾水，完全看不懂，重复看了好几遍，检查了好几遍，才知道它的分配到底是怎样的。不过我觉得要更了解的话，进去里面打架之后，应该会比较了解一点。我个人对这张地图的评价呢，其实比较好一点啦，比起原本的光影交织，因为原版的光影交织真的太无聊，完全没有打架，除了温泉之外。也不会像英雄战歌那样子就有一点无聊啊，除了关4跟关6前面有打之外，最后就是到皇庭了。再来我们看看游戏规则，基本上里面的内容我之前影片都有提到啦，所以有一些东西呢我就不多做解释。总之阵营还是一样，只有2个阵营，只是区分3个区域而已，然后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队友组队，只要是符合条规 AABB 跟3个 C 3个 D 就可以了。赛季方略这一点我有东西要提到。赛季方略从头到尾你总共可以选择4个，可是那时候我没有仔细看详情。如果你选择第一个的话，它只是需要用到1个方略点，但是你点到第2格的时候，它就要用到2个、3个、4个，以此类推。也就是说你升到越后面，它需要用到的方略点就会越多。这个部分在之前的俄罗斯影片里面有提到了。然后整场 KVK 下来，你总共可以获得17个方略点，其中12个编年史里面就可以拿到，另外5个你要完成成就才可以获得。其中里面它有讲到成就是要击杀你的敌人之后才可以获得。假设编年史也可以拿到的话，我觉得大家也不需要太担心了。一般来说编年史的任务还蛮容易完成的。至于消灭敌人，我觉得应该是在前期的打温泉啊，或者是5、6、8、9关卡里面你有跟敌人打过架的话，应该都可以获得了。就是说有半强制性要你们去参加一些温泉之战啊，打一些小温泉、大温泉，跟敌人对打，你才可以获得方略点。到最后你的方略升得越高，你的能力才会越强。所以我推测这张地图应该还蛮看你的王国活跃度的。不过规则里面还是有提到啦，方略点如果你点了之后就不能再返回，就讲你点错就是点错了，不能再退回了。至于这张地图有没有驻地技能呢？应该是没有的，因为它这里写驻地跟好感度而已。那你们看英雄战歌的规则，它是这样的，在规则最后有写到资源技能，我看到那个尼龙河之王是没有写到的，所以我推测应该是没有驻地技能啦，毕竟都有方略了，如果又再加上驻地技能的话，应该就是天下无敌了。还有一些建筑的名字就有改变了，好像之前那些什么圣堂啊、圣殿啊，它前面只是加一个赛特或者是荷鲁斯，跟一般的 KVK 都是大同小异的，里面包括有圣堂、圣殿、圣城、大温泉跟小温泉。不过温泉的名字也是改了，变成拉申，拉申是埃及的太阳神，开启跟开放的时间也是一样的。远征军营地、要塞、水晶工厂、水晶加工，这些下面全部都是一样的。至于后面的内容也是全部一样的，所以这边不多做说明了。那大致上可以看到的东西只有这么多而已。那之后还有一些什么编年史啊，还有开放的时间呢，可能我之后再做记录吧。因为这张地图有10个关卡，所以它开放的时间呢，应该是跟其他地图不一样的。那你们可以看到界面呢，他们从报名时间到匹配成功进入前置呢，总共花了10天时间，这个阶段还蛮漫长的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你们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